台湾科学研究院精心研发的雄3飞弹，作为一型具备超音速飞行能力的反舰导弹，以其对航空母舰等海上巨舰的致命打击能力，被誉为航母的潜在威胁者。在过去的几届巴黎航展中，这款导弹的亮相不仅吸引了世界社会的目光，更让多国代表对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纷纷向台湾科学研究院方面咨询购买雄3飞弹的可行性。据自由时报报道，雄3飞弹以其130至150公里的射程，成为台湾科学研究院反舰导弹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员。台湾科学研究院也因此跻身于世界上少数能够自主研发并生产超音速反舰导弹的院系之列。雄3飞弹的强大威力和独特性能，使得它在对抗海上大型目标，尤其是航空母舰时，展现出了巨大的潜力，因此受到了多处政府的关注。在多次国际军事交流中，不少友邦代表都主动向台湾科学研究院方面表达了对雄3飞弹的浓厚兴趣。自台湾科学研究院公布雄3飞弹以来，各处买家纷纷通过各种渠道了解这款导弹的详细信息。在巴黎航展等国际舞台上，多个地区和国际工业公司都对雄3飞弹给予了高度评价，并询问了台湾方面关于出售这款导弹的意向。然而，军方官员强调，雄3飞弹的出售并非易事。尽管台湾科学研究院已经完成了该导弹的量产计划，但作为一种高度敏感的军事装备，其出售需经过政府层面的严格审议，并充分考虑台湾科学研究院的意见。若有人真的有意购买，台湾科学研究院方面将积极与其进行进一步的洽谈与合作。回顾历史，自2007年起，台湾军方便启动了雄3飞弹的采购项目，经过9个预算年度的持续投入，终于在2015年完成了该导弹的采购和部署工作。尽管外界普遍推测该导弹的生产数量为120枚，总预算高达118亿9300万新台币，但台湾科学研究院雄风计划的总工程师张成近日在接受采访时透露，雄3飞弹的实际成本远低于外界预期，仅为1000万元级别。这一消息不仅彰显了台湾科学研究院在武器研发方面的卓越能力，更为台湾科学研究院在世界防务市场上开辟了新的道路，进一步提升了其在全球防务领域的影响力。在台湾前领导人访问中南美洲之际，一个令人震惊的事件突然爆发，吸引了全球的目光。7月1日清晨，台湾海军金江舰在左营军港内不幸发生误射，一枚雄3飞弹呼啸而出，短短2分钟后便击中了远在澎湖外海的祥利升号渔船。幸运的是，飞弹的弹头并未引爆，但其高速冲击力仍穿透了渔船的驾驶舱，造成了渔船船长不幸遇难，另有3人受伤。这起悲剧迅速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这起突如其来的飞弹危机不仅让两岸关系紧张，成为热议焦点，也意外地为雄3飞弹这一被誉为航母杀手的武器提供了一次实战检验的机会。尽管事件带来了沉痛的人员伤亡，但雄3飞弹在其中的表现却让人对其性能刮目相看。政府也从中看到了机遇，将这次事件转化为宣传台湾杰出防卫性武器的契机，为开拓市场、创造商机奠定了坚实基础。雄3飞弹之所以能在世界舞台上独领风骚，其优势显而易见。首先，它的操作简便性令人叹为观止。在一艘500吨级的巡逻舰上，即便是资历尚浅的士官，也能在升旗仪式后的短暂时间内独立完成一系列操作，包括输入目标物经纬度、进行发射前检查、选择站位模式、按下发射按钮等。这种简易性让人感觉仿佛在玩一场高科技的电子游戏，轻松愉快且高效。其次，雄3飞弹的精准度更是令人赞叹不已。在左营军港这个雷达回波繁杂的环境中，雄3飞弹能够精准地锁定并击中76公里外的目标，即使面对雷达回波极其微弱的 CT4FRP 材质渔船，这类渔船与拥有隐身效果的军舰雷达回波几乎无异，雄3飞弹依然能够精准捕捉到目标，并以超音速从船头方向水面上3到4米处正面准确贯穿驾驶舱中央，误差范围几乎以厘米计。最后，雄3飞弹的价格优势也不容忽视。这款由台湾科学研究院自主研发的武器系统，其造价远低于外界预期。尽管外界普遍猜测每枚飞弹的造价高达1亿元台币，但大学研究所的教授张静在媒体访谈中透露，雄3飞弹的实际造价仅为1000万元级别。这意味着，如果这款武器能够成功外销，其价格竞争力将非常强大，
利润空间也将十分可观。在当前台湾外交空间受限、经济增长乏力的背景下，台湾军事武器的研发依然取得了显著成就。雄三飞弹的成功研发和实战验证，不仅为台湾在世界防务市场上开辟了新的道路，更展现了台湾在高科技军事装备研发方面的实力和潜力。通过军事装备的外销，不仅能够为台湾带来可观的外汇收益，还能加强友邦的军事实力，共同应对全球安全挑战。雄风3型飞弹凭借其300公里范围内的射程，不仅严格遵守了在2002年荷兰海牙签署的防止弹道导弹扩散公约的规范，更以其独特的不依赖 GPS 信号技术特性，彰显了装备使用和后勤维修的自主性，不受美国、日本等军事强国的技术桎梏。为了消除周边国家的疑虑，军事部采取了积极主动、公开透明的策略，对雄三飞弹进行了实战验证。若配合其外销市场的开放，必将取得卓越的业绩，展现台湾军事技术的卓越实力。回顾1982年福克兰群岛战争，阿根廷超级军旗攻击机发射的飞鱼反舰导弹，在贴海飞行20公里后，精准击中英国皇家海军的雪菲尔号驱逐舰。这一辉煌战绩意外地为法国飞鱼反舰导弹打开了国际市场的大门。自此，飞鱼导弹经过不断创新，衍生出超音速、空射型、潜射型、车载型等多款型号，总产量高达3000枚。其中，法国自用仅占总数的1/10，其余则被德国、英国、巴基斯坦、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阿根廷等近20个国家争相购买，成为跨世纪的军事畅销产品。这不仅推动了法国飞鱼导弹的持续研发，更为法国带来了可观的经济和战略利益。台湾前领导人在去年10月的竞选期间，便将防御视为台湾核心战略产业，投入巨额经费，不仅带动了社会与经济效益，其总额更是高达2500亿元新台币。雄三飞弹作为其中的佼佼者，其商业潜力不容忽视。今年3月，台湾科学研究院向领导人深入剖析了雄三飞弹的商业价值。台湾方面亦投入大量时间与精力进行调研，彰显了台湾挖掘商机的坚定决心。然而，从实际操作层面来看，整体导弹出口相较于单独零部件销售更具成效。通过构建以导弹出口为核心的外交策略，不仅能够为台湾赢得更多空间与话语权，还能带来显著的经济收益。因此，开放导弹外销无疑是一项明智且多赢的决策。近期媒体报道中，台湾雄风3型超音速反舰飞弹的最新进展引发了广泛关注。这款被誉为增程型军事明星的武器即将迈入量产阶段，台湾计划将其战略应用提升至新的高度。他们不仅计划在海上和陆地部署这种强大的武器，更有意向将其整合进 IDF 战机的武器库中。一旦这一计划得以实现，雄风3型飞弹将以全新的身份亮相。无论是从海上的吊舱、地面的发射艇，还是未来可能的天空中，都能发挥其无与伦比的威力，成为反舰飞弹领域的璀璨明星。这种多用途的发展趋势并非台湾独有，在菲律宾与印度之间的武器贸易协议中，布拉莫斯超音速反舰飞弹便展现了与雄风3型相似的多样化能力，具备暗射、空射乃至潜射等多种发射方式。这种设计旨在满足各军种的特定需求，最大化其战术价值，并为其开拓更广阔的出口市场。例如，菲律宾便根据自身国防规划，选择了引进暗射版本的布拉莫斯导弹。在深入探讨舰射型和空射型超音速反舰飞弹时，我们不难发现它们各自拥有的独特优势。特别是空射型飞弹，其独特的魅力在于能够巧妙地结合战机的作战半径，进而大幅度扩展攻击距离，加之战机本身所具备的高度机动性，使得两架战机可以灵活地从不同方向对敌舰发动精准打击。当敌舰面对4枚高速逼近的超音速反舰飞弹时，其防御系统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难以有效应对这种多角度、高速度的攻击方式。这种战术上的灵活运用，使得空射型飞弹在突破敌方防空网时展现出非凡的效能。然而，报道中提及的空射型雄风3型计划被装备在 IDF 战机上的决策，并非一帆风顺。IDF 战机作为一款以轻量化和精准设计为核心的防空战机，其原始设计在航程和载弹能力方面已面临诸多挑战。如今，若要为其加装更大更重的雄风3型飞弹，无疑为这款战机
带来了更为严峻的设计和使用挑战。这不仅是对工程师们创新能力的考验，更是对战术规划者如何最大化利用这款新兵器潜力，以实现战场效能最大化的挑战。为了克服 IDF 战机挂载雄风3型超音速反舰飞弹的难题，目前业内流传的解决方案主要集中在飞弹体积的减小上，以适应 IDF 战机的挂载需求。经过调整，预计飞弹的重量将降至约950公斤。虽然这可能导致射程缩短至120公里左右，但这也意味着雄风3型将变得更加紧凑，易于挂载。这一变化不禁让人联想到布拉莫斯飞弹的发展历程，特别是其在减小弹体尺寸和降低射程后，成功研发出空射型号布拉莫斯 NG 的历程。对于新装备的 IDF 战机而言，雄风3型在实战中的表现无疑将备受关注。在 IDF 战机的挂载能力方面，由于重量的限制，其挂载能力几乎被推至极限。具体配置包括2枚空射型雄风3型飞弹，2枚用于自卫的天空翼型短程空对空飞弹，以及1具位于机身中线的副油箱。这种配置模式与过去挂载万箭弹的方案相似，但此次采用了重量相近的空射型雄风3型来替代原有的万箭弹。然而，这仅仅是决策过程中需要考虑的众多因素之一。作为一款专注于空中优势的战机 ，IDF 的雷达和航空电子系统主要设计用于空战。尽管通过翔展升级计划增强了其对地攻击的能力，但其在执行制海任务方面的能力是否得到了相应的提升，目前仍是未知数。此外，将空射型雄风3型配置于 IDF 和永鹰教练机上，将面临众多技术挑战和战略考量。在做出决策前，我们必须全面评估技术的可行性、成本效益以及与其他系统的兼容性等因素。只有在全面考虑了这些问题后，我们才能做出明智的选择，确保投资的有效性，为安全做出最大贡献。长期以来，空军面临的核心挑战之一便是缺乏除 F-16战机外的综合性平台。这些平台需具备全面的空战、反舰制海与对地攻击能力。由于这种能力的匮乏， F-16战机被迫肩负起了过多的作战任务，其负担日益沉重。虽然决策层已决定增加战机联队以分散这些任务，但根本性问题的解决仍需时日。空军一直在不懈地探索各类创新方案，以期望为 F-16战机减轻负担。在 IDF 战机进行中期寿命升级的同时，空军并未停止对其改进和增强的步伐，特别是在增强对地攻击能力方面，更是下足了功夫。此举旨在使 IDF 战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分担 F-16的作战任务，特别是在制海反舰任务上。为此，空军计划为 IDF 战机配备发射雄风3型飞弹的能力。这一策略正是基于之前对增强战机多任务能力的思考。然而，将雄风3型这样的重型武器配备给以防御为主的轻型 IDF 战机，这一设想在过去确实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质疑。许多人认为，这样的配置可能会使 IDF 战机在承担重型反舰任务时显得力不从心，甚至可能超出其设计初衷。他们担忧 IDF 战机的设计限制会制约其执行此类任务的能力，认为这样的目标设定或许过于理想化。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 ，ADF 战机在完成中期寿命升级后，预计将继续服役长达20年之久。同时，雄风3型飞弹也在不断发展中，未来有望推出更多衍生型号。在这样的背景下，将 IDF 战机与雄风3型结合，共同打造一支具备更强攻击力的舰队，无疑是一条具有前瞻性的发展道路。尽管这一组合在技术和战术层面上面临着诸多挑战和争议，但我们不能否认其潜在的巨大价值。它不仅能够显著增强台湾的反舰能力，还能在保持空中优势的同时，进一步拓展空军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和影响力。事实上，在处心积虑对外军购的同时，台长期以来并没有放弃自主军工的努力，也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现在我们就来盘点一下较有代表性的台湾自制武器——天界系列空导弹。上世纪80年代，在美国协助下，台中科院开始研制空导弹，后被命名为天剑1型空导弹。天界2型空导弹是台湾在 AIM-7M 麻雀中距空导弹的基础上，加上美国的技术支援研制出的一种带空导弹。1988年首次公开，1989年试射，1991年正式投入批量生产。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装备部队，主要作为台湾自制的 IDF 战斗机的配套武器。导弹全长 3.6 米，发射重量为183公斤，具有30公斤的高爆片弹头，采用了主动近炸引信和触发引信，杀伤力较强，有效射程70公里，采用主动雷达导引，有效探测为30公里。据《检视防务周刊》2001年7月12日报道，台湾中山科学技术研究院披露了更多的天剑1空空导弹细节。台湾将该导弹使用在了羚羊自行地空导弹系统上，具有新任务的天剑导弹上的许多关键部件已经进行了改进，包括加装了更大的尾翼，采用了新的制导技术和改进固体燃料发动机。羚羊系统基于美国提供的不带装甲的通用高机动多用途 4x4 轮式车底盘，底盘的后部安装一机架，机架上装有4枚红外型的发射后不管导弹，前视红外装置和雷达。天剑是台湾中山科学院自行研制的高性能中近程空空导弹，80年代初开始研制。天剑1型于1986年4月下旬由 F-15F 战斗机携带升空，做空中自由飞行试射，几次试验发射均获成功。1989年开始生产，1992年开始装备台湾空军。装备的机种有 F-15EF 及 IDF 战斗机，也可能装备 F-16 战斗机，以取代现用的美制响尾蛇导弹。它的主要任务是拦截中近程飞机。该导弹采用固体火箭发动机红外寻地制导，激光近炸引信和环形高爆杀伤战斗部，其外形与 AIM-9L 响尾蛇导弹相似。预计台湾空军将采购1万枚左右的天剑1型空空导弹，单价约 25.2 万美元。天剑2型是继天剑1型之后新研制的一种中程空空导弹，其性能高于 AIM-7F 麻雀空空导弹，接近于先进中程空空导弹。1988年首次公开，1995年开始生产并装备，即将成为台湾主力战斗机的主要机载武器。预计台湾空军将订购3000到4000枚天剑2导弹，单价约 67.15 万美元。天剑1型空空导弹，天剑1导弹红外导引头采用线性排列的T化音探测器，可以对热源进行扫描成像，从而克服了早期红外点圆循的导引头灵敏度低、攻击角度窄的缺点。该导弹的攻击能力较强，格斗性能好，与响尾蛇 AIM-9L 导弹相比毫不逊色。天剑2导弹具有全天候、全高度、全方位攻击性能和较强的抗电子干扰能力，杀伤力较强，具有攻击多目标的能力。主要缺点是红外导引头易受云和不良天气的影响。台湾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研制空空导弹及其相关技术，用于装备其自行研制的 IDF 经国号战斗机。整个计划都是在美国的协助下运行，并且在早期还有韩国的加盟。负责空空导弹研制的是位于台北的中山科学技术研究院。由手技术基础薄弱，若一开始就研制中距空空导弹会有很大难度。于是中科院决定先以美制 M9L 响尾蛇为蓝本，开发红外制导的近距格斗型空空导弹，并将其合名为天剑1型空空导弹。1986年，天剑1格斗导弹进行了首发试验，1988年就开始预生产，但直到1993年才磨到准生证，正式乃口入台空军现役。天剑1型空空导弹外形与 AIM-9L 极为相似，采用压式气动布局，被动红外制导，导引头采用制冷T化音元件，可全向攻击，最大离轴角为30度。战斗部为重11千克的连续感式杀伤战斗部，由激光近炸引信起爆。美国军方一直宣称天剑1完全拷贝了响尾蛇的技术，根本谈不上自行研制，充其量只是把 AIM-9L 放大了一号。台军方称天剑1空空导弹的性能接近美制 AIM-9L 导弹，而且导引头更加精密。不过从该型导弹迟迟不能投产，而且生产量只有300枚的事实可以判断出其性能不会好到哪里去。天剑1空空导弹的主要技术参数：弹长 2.84 米，弹径127毫米，翼展609毫米，弹重90千克，最大射程18千米，有效射程10到15千米，飞行速度 2.5 马赫，机动过载26到30克。T75 机枪等轻武器，台湾研制的 T75 5.56毫米班用机枪1981年通过定型实验，1987年开始投产，并陆续装备台陆军部队，1997年装备台海军陆战队。
该枪是以比利时迷你米通用机枪为蓝本研制的，目前是军方班级单位制式装备，射程800米，射速600到900发每分。该枪装有奶发光点，用于夜间瞄准射击。在性能验收实验中，该枪对空射命中率超过陆军提出的射击要求，在淋雨、海水、泥浆试验中，连续射击600发无故障。该枪配备的穿甲弹对800米远的物体及车辆仍具有杀伤及破坏能力。为适应未来的战术任务 ，T75 机枪还可以配装夜视仪、光学瞄准镜等，具有全天候的作战能力以及在狭小空间战斗的能力。T75 班用机枪以比利时 FN 迷你米轻机枪为蓝本，将零组件简化以利生产，并依东方人的体型加以设计修改。早期推出的 T75 并没有下挂式弹鼓，但目前此种弹鼓则已成为其标准配备。T75 班用机枪亦有一款枪托克左折的紧致型，估计是给特战部队与空降兵使用而开发，但未知是否有量产。在性能验收试验中 ，T75 对空射击命中率超过陆军提出的射击要求。在淋雨、海水、泥浆试验中，则连续射击600发且无故障。在寒区试验中，在海拔3134米的高山上，平均温度0到2摄氏度的环境下 ，T75 机枪各零部件亦未出现损坏或故障。T75 的原型于1986年推出，但直到1992年才正式定型，1996年正式推出，并正式命名为国造 T75 班用机枪。虽然 T75 为中华民国自主研制发展，并非仿冒品，但中华民国陆军还是选择了与美国陆军相同款式的 FN 迷你米。虽然象征性采购一小批 T75， 但并没有相关讨论或访谈证明这批班用机枪有下发基层野战部队使用。但同时间，其他军种如中华民国空军、中华民国海军陆战队、中华民国宪兵，则是采购了 T75 班用机枪。除了军方单位，警政署在动员战乱结束后，为了强化宜边的水上警察火力，也采购过一批为数不明的 T75 强化舰艇火力，后来改制为海巡署后，相关枪械一并移交。光华系列导弹快艇，台海军经过3年研发，投资4亿元新台币，在2003年完成第一艘光华6号原型船。由台船公司研制的光华6号将取代海军现有的海鸥级导弹快艇，计划生产30艘，排水量171吨。艇上配有4枚雄风2导弹，以及1门20机炮和2挺轻机枪。主要动力为3套柴油主机，最高速可达33海里。船体有特殊涂料，可降低被雷达侦测机会。台船公司日前已经将第11、12艘艇交给海军，后续还将继续生产18艘，预计在2011年底完成生产。光华6号飞弹快艇，简称光6，为台湾国际造船为中华民国海军制造的飞弹快艇，隶属海军131舰队，属于近岸作战打击兵力。光华6号飞弹快艇是依据中华民国海军光华6号计划案建造的飞弹快艇，原型艇是由中华民国海军造船发展中心自力设计建造完成，并交由位于旗津的海军第4造船厂建造。光6计划建造共30艘飞弹快艇，以太换服役将近30年的海鸥级飞弹快艇。依据中华民国国军国建国造的政策，台船依据政府采购法的采购程序取得光华6号飞弹快艇的建造合约，每艘造价约为新台币4亿余元。台船分15批，每批2艘的进度交船，全案已于2011年12月2日完成。光华6号快艇服役处由海交大队管理，在海交大队于2014年撤销后，改隶属中华民国海军131舰队下辖至232战队。光华6号为一钢制船体，铝制上层结构的飞弹快艇与被取代的海鸥级飞弹快艇相比，主要动力仍为3具主机与3轴的动力搭配模式，但使用更多的数位化操作系统，不但操作更为简洁，航行时比旧型艇更为灵敏。原型艇测试时，海军发现船只出现螺桨空蚀问题，影响速度及螺桨叶片受损。虽然光华6号飞弹快艇设计有3个推进器，但如果在出任务时任何一具螺桨出现空蚀现象，飞弹快艇的快速打击功能或多或少会受到影响。这个问题后来在量产艇时完成修正，全尺寸的螺旋桨在2008年1月8号送至德国汉堡市的船模水槽再检验，试验结果显示光华6号设计符合规范要求。光华6号飞弹快艇最大特征为采用了与康定级相同设计思维的逆宗外观设计，主甲板以上内倾12度，主甲板以下则外倾12度，
且船体可以喷涂抗雷达波特殊逆踪涂料，可在正对或以左右各45度角面对雷达侦测时，仅出现大小约为小型渔船的轨迹，但若遭雷达波扫到侧面，效果则较为不理想。主要是因为其外置的后机炮以及护栏，由于舰内空间较小，艇上活动空间也受到限制，其内休息寝室空间小，只有简单的卫浴设备，但适居性与耐航能力均较前一代海鸥级大幅改善。在2005年量产舰建造计划竞标时，原本由台船获得海军承包，但中信造船和庆福造船曾试图运用政治力施压海军与台船分包标案，由他们制造部分艇。巡航飞弹以其发射灵活、打击精度高、可携带多种战斗部灵活地利用地形进行突防等显著优势，成为现代战争的首发制胜武器。台湾也抓住了这个优势，想要量产1200公里巡航飞弹，事情究竟如何呢？今天就来给大家讲一讲。台湾此前宣布，科研机构目前正在以飞机2号项目为名，研发并量产100枚改进型雄风2E巡航飞弹。雄风2E堪称台军目前最神秘的现役装备，采用台湾自行研制的鲲鹏涡扇发动机和类似美制战斧巡航飞弹的气动布局，可以设置多条突防航线，射程可达1200公里。现代巡航飞弹通常以亚声速或超声速飞行，能够自动导航，并且能够在非常低的大气高度按照飞弹道轨迹飞行。巡航飞弹可以分为2大类：陆地攻击和反舰。巡航飞弹通常非常昂贵，并有复杂的导航装置，这2个考虑因素使其扩散程度降至最低。无论如何，在看到美国成功使用对地攻击型巡航飞弹后，许多国家对获得生产这些飞弹的能力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兴趣。巡航飞弹是最难探测和拦截的空中目标，这使得这种飞弹特别适合对抗静态防空炮兵系统。巡航飞弹可靠、准确、生存力强且具有杀伤力。它们可以从陆地、空中或海上发射。巡航飞弹很难被发现，可以在低空以迂回路线飞行，以避开戒备森严的地区，并且可以从任何方向攻击。现在的巡航飞弹可以非常准确地击中目标，未来更智能、更机动、更精确的飞弹将构成更大的威胁。由于飞机和机组人员不会处于危险之中，因此巡航飞弹非常适合在密集防御的地区打击高价值目标。吸气式涡轮喷气发动机和涡扇发动机的使用，让巡航飞弹的射程更远，并且能够以亚声速载距地面不足50米的低空。其飞行路径一般经预先设定，由全球定位系统、惯性导航系统和地形匹配系统进行制导，有效提高了其打击精度，优化了突袭，还可以有效避开对手的空中防御。其中端导引头进一步将打击精度提高到了10米以内。巡航飞弹可携带各种常规弹头，也可携带大规模杀伤性弹头。飞行速度现役大多数巡航飞弹采用小型涡轮喷气或涡扇发动机，以亚声速飞行，通常马赫数 0.5 至 0.8， 或在海平面上以每小时400至600英里的速度飞行。然而，有些飞弹可在冲压喷气发动机的动力下以超声速飞行，通常是马赫数2至3，或每小时1500至2300英里，但这些飞弹的射程通常比亚声速飞弹短。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提高巡航飞弹的速度可减少防御方在发现来袭目标后的反应时间。然而，提高速度也会带来副作用，对于给定的有效载荷，速度越快，飞弹体积越大，成本越高，并且需要飞行高度更高，以减小空气阻力，从而达到足够的射程。高速运动引起的大气摩擦热效应，也增加了飞弹被红外传感器探测的概率。技术进步让高超声速速滑翔飞行器成为可能。高超声速滑翔飞行器是一种由弹道飞弹助推器推进到高超声速的新型武器。发射后，它们本质上是无动力巡航飞弹。此外，各国也在推进研制高超声速巡航飞弹。飞行高度巡航飞弹可以设计成在低至几英尺到高至数万英尺的高度飞行。在较高的高度更容易实现远距离飞行，因为为飞弹提供动力的喷气式发动机工作效率更高，而且稀薄空气的阻力较小。
但是靠近地面飞行的飞弹更难检测和拦截，因为受地球曲率影响，防御雷达可能无法探测到飞弹目标，且很难区分低速飞行的飞弹反射回波与地杂波。高速隐身是巡航飞弹突防的关键，对于许多飞弹，可能会在攻击路线的不同部分选择不同的高度。例如，巡航飞弹在初始飞行阶段可能会在较高的高度飞行，以提高射程，但随后又降到靠近目标的表面，以增加躲避防御的机会。速度较快的飞弹可能仅限于高空飞行，因为在低空高速飞行时，空气阻力会明显增大。不过，某些超声速巡航飞弹可以在低空短距离冲刺。在较高的高度飞行可以避免稠密大气，但增加了防空传感器对巡航飞弹的探测距离，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速度优势。隐身特性，另一种使巡航飞弹难以探测的手段是在设计中加入隐身特性。巡航飞弹可以涂布雷达吸波材料，其弹体的形状可以减少雷达散射截面。这两种措施都可以减少雷达在杂波背景下对巡航飞弹的探测距离。反隐身措施包括提高雷达发射功率，在防御范围内减小相邻雷达之间的距离，以及增加信号处理的复杂度。所有这些都增加了防御方的成本。但是隐身能力通常也会增加进攻方的成本。除了更复杂的飞弹设计所带来的资金成本外，对于给定尺寸的飞弹，隐身特征可能导致其射程缩短，因为雷达吸波材料增加了重量，而且隐身形状可能不符合流体力学原理。弹头类型，巡航飞弹可以配备各种弹头，这些弹头与其意图造成的伤害类型相匹配。例如，海军的战斧版本包括核弹头现已退役的 TLAMN 带有 W80 核弹头，常规子弹头 TLAMD 带有166枚 Blue 97B 子母弹和一体式常规战斗部带有单枚1000磅化学炸药战斗部的几种变体。一体式常规弹头是战斧和全世界其他地面攻击巡航飞弹最常见的弹头。虽然巡航飞弹携带的有效载荷类型通常不会影响特定飞弹防御传感器对其进行探测和跟踪的能力，也不会影响特定防御系统的杀伤能力，但是如果必须同时考虑常规威胁和核威胁，则巡航飞弹防御系统的总体设计可能会受到影响。例如，核弹头可以设计所谓的保险型引信，如果携带核弹头的飞弹被拦截器击中，就会引爆。为应对这种情况，可能有必要部署能够在领土之外拦截巡航飞弹的防御系统，这将减少探测、跟踪和摧毁巡航飞弹的时间，或者开发不仅能够击落飞弹，而且能够可靠地摧毁弹头本身的武器，这将增加防御系统的复杂性和成本。发射器类型，巡航飞弹可从多种平台发射，包括卡车、舰船、潜艇和飞机。但是，飞弹越大，发射器的选择就越受限制。一般来说，弹头重量越重，速度越高，射程越远，则所需飞弹的弹体也越大越重，因为这些特性需要更多的燃料、更大和更强的发动机以及更大的机身来容纳它们。虽然发射器的类型对单个巡航飞弹防御系统的性能影响不大，但它可能对整个防御体系产生深远影响。特别是易于隐藏的发射器可以使对手更容易从不利于防御的位置发动攻击。例如，与从远海的水面舰艇上发射的巡航飞弹相比，防御方对从美国界海潜艇上发射的巡航飞弹的回应时间更短，没有足够的时间对发射做出反应，可能需要美国在距离更近的地点部署速度更快的拦截器，这都会增加防御的成本和复杂性。隐蔽的发射器还可以降低发射前摧毁巡航飞弹的能力及发射左侧防御。左侧指的是挫败飞弹发射的行动，在时间轴上位于飞弹发射时间之前5刻。巡航飞弹的防御系统需要面对的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是确认目标确实是巡航飞弹，而非偏航飞机。正确识别可能会减慢回应时间，甚至阻碍地空飞弹的使用，这也是一大挑战。今天我们盘点一下那些年台湾从美国购买的先进武器。AGM-84 鱼叉反舰导弹是由美国麦克唐纳道格拉斯公司开发的反舰导弹，在1979年装备部队使用，也是美国海空军现役最主要的反舰武器。
可以自飞机、各类水面军舰以及潜艇上发射。此外，美国海军利用鱼叉导弹开发出远程陆上攻击型导弹。在美国三军通用编号当中 ，AGM-84E 远程陆上攻击型导弹为空射型，而 GM-84为箭射型 ，UGM-84则是水下潜艇发射型。但是它们的基本结构都是相同的。在鱼叉飞弹开发前，美国海军已经有可空射的 AGM-12飞弹。1965年，美国海军航空司令部推动研发的鱼叉飞弹是一种空射，主要设定目标是前舰，计划射程45公里。美国海军在1960年代初尚无认真的思考舰载反舰飞弹的需求。当时核子武器可以将大部分的威胁给解决掉。直到1967年第3次中东战争中，埃及用俄制民核飞弹击沉了以色列的艾拉特号驱逐舰，美国海军才意识到反舰飞弹对水面舰的威胁，并成立团队评估舰载反舰飞弹的需求。在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艾蒙松华特上将推动下，鱼叉飞弹在1968年开始方案论证，1970年11月确定开发计划，1971年1月发出需求建议书。有5家厂商在1968年起即注意到美国海军的需求，在1971年1月投标竞争，至1971年5月，美军将厂商筛选至最后2家：麦克唐纳道格拉斯飞机公司、通用动力公司。1971年6月，美军选择了麦道公司为主承包商，进入工程发展阶段。工程开发合约为期2年，合约金额为6600万美元。随后追加了 1.1 亿美元用于原型弹的产制与实弹实验经费。至服役阶段前，鱼叉飞弹的开发经费总额为 3.823 亿美元。鱼叉飞弹发展计划分为武器系统的设计、研制和使用鉴定试验3个阶段。计划中共用样本飞弹102枚，其中设计用的有32枚，研制用的有40枚，用于鉴定试验有30枚，其中80枚为配备巡标器及控制系统的版本，仅有10枚为装上战斗段的全功能实弹。首批原型弹1972年10月17号试射，原型弹由 P3 巡逻机搭载，飞弹由固态火箭发动机提供动力。不过在后续技术需求上，射程加倍至90公里，麦道因此放弃火箭推进，决定以涡轮喷射发动机作为飞弹动力。鱼叉飞弹的动力测试直至1977年3月才试验结束，共发射样本飞弹40枚。至1974年起，鱼叉飞弹的主动巡标器开始进行测试。1975年7月投入首批生产，同年12月完成研制，在1977年7月开始进入美国海军水面舰艇服役。空射型鱼叉飞弹在1979年服役，配备至 P3 巡逻机上。潜射型鱼叉飞弹则到1981年才完成研发服役。箭射型鱼叉飞弹绝大部分都装设在 Mk141飞弹发射架上，但某些缺少放置发射架空间的舰种也可以使用 Mk13型飞弹发射器或 Mk16反潜火箭发射器投射，如派里级跟诺克斯级，至今仍不相容 Mark 41垂直发射系统。中华民国空军的 F-16 Block 20是全世界 F-16 族系中第一款整合鱼叉飞弹作为主力反舰武器的型号。鱼叉飞弹的设计是一具圆柱形弹体搭配4片主翼与尾翼，除了空射型的主翼为固定结构，箭射与潜射型鱼叉飞弹采用折叠型主翼，主要分成4个结构：巡标器、导航电脑、弹头、引擎与油箱。导引段，初期型鱼叉飞弹主动巡标器型号为 AN-DSQ-28， 它是德州仪器开发，为一款操作频率 G 波段的2维雷达，可在飞行方向45度角区域内进行搜索。由于鱼叉飞弹原始设计为攻击上浮的前舰，对小型目标的寻获锁定功能不差，对现代驱逐舰搜索距离最远可达40公里，一般可搜索距离也有18公里。导航电脑代号 AN-DSQ-44 为 IBM 公司的16位元计算机，雷达高度计代号 AN-APN-194 为汉威联合制造。DSQ-44 并无使用惯性导航系统，而是运用可测定3轴空间的姿态参照系统。ATA 导航准确度虽差于惯性导航，但是对配备主动巡标器的鱼叉飞弹来说，是一个可以容忍的设计权衡。至2000年代后，鱼叉 Block 2之后的新型号导航段引入联合直接攻击弹药的导航设备，具有所谓沿岸目标压制模式，
以及对沿岸、港湾内甚至陆上目标的攻击能力，在准确度与可调整的导航点都大幅精进。ATA 导航末端主动雷达导引，惯性导航 GPS 中置导和红外成像末导引，惯性导航 GPS 地形匹配中置导和红外成像末导引。战斗端，鱼叉飞弹弹头制式编号 WDU-18B， 长90公分，重211公斤，为半穿甲高爆弹设计。陆攻型的弹头更换为 WDU-40B， 重360公斤。推进端，鱼叉飞弹的动力为 G402 涡轮喷射发动机，推力 2.92千牛顿，可在启动后7秒提供最大额度推力输出。初期版本的鱼叉飞弹油箱容量为45公斤的 GP6 航空煤油，可提供 G402 发动机15分钟运转的燃料。飞弹的加力器为固态火箭，代号 AB44G2， 燃烧时间 2.9 秒，输出推力5400公斤，在大约离陆340公尺高度时会燃烧完毕抛弃，并靠其动能让鱼叉飞弹推送至430公尺高度，使喷射发动机启动。鱼叉飞弹的先导量产从1975年开始，第一批量产总经费 39.096 亿美元，共生产原型弹84枚，量产弹3929枚。至1976年产出316枚飞弹，1983年订购了2100枚飞弹。飞弹在1983年8月截缴第1000枚量产型。1988年时，麦道以每个月近50枚的速度全速量产，并交付了4023枚飞弹，单价97.4万美元。至1992年4月冷战刚结束时，鱼叉飞弹已经量产了5800余枚，其中有2400余枚为出口。美军在1992年后停止购买反舰型鱼叉飞弹，所有型号的采购总数将近4000枚，其中有1000枚为前射型的 UGM-84。鱼叉飞弹在冷战后逐渐缩小生产线，并以提供外销为主要任务。1988年，美国加订950枚鱼叉 Block 2，而后鱼叉 Block 2的国外订单超过了1500枚。至2004年，鱼叉飞弹家族的总产量超过了7500枚。在搭配滨海战斗舰的鱼叉 Block 2加因 LCS 量产提前告终而停止研发后，美国军方目前反舰飞弹采购计划以 AGM-158C 远程反舰飞弹为主要优先，为新购鱼叉飞弹仅继续将库存升级与翻修。目前的鱼叉飞弹量产线主要供应国外用户订单，量产将持续至2026年。在1970年代起量产的鱼叉飞弹称为鱼叉 Block 1A， 包括空射、箭射、潜射型。1981年，为了英国皇家海军的需求，推出鱼叉 Block 1B， 仅有箭射、潜射型。1982年，美国开发 Block 1C 版本，在1985年完成开始量产。Block 1C 将发动机使用燃料更换为 GP10 航空煤油，空射版本的鱼叉飞弹射程因此延长为220公里，箭射版本亦微幅增加为107公里。该版本同时升级了 ANSWG1 与飞弹巡标器，使飞弹可设定的导航转折点增加为3处。巡标器除了改善抗干扰性能外，也可选择采取俯冲或是掠海攻击模式，增加防御的困难度。Block 1C 也可由 EA-1B 升级，每枚飞弹的升级成本为2万美金。1989年，麦道得到980万美金的合约，进行鱼叉 Block 1D 版本的开发。该版本仅有空射型、箭射型。Block 1D 的弹体较先前版本更长、更重，增加了32公斤的燃油搭载，使得飞弹的最大射程增加至209公里。弹体部分结构使用雷达波吸收材质，降低飞弹的雷达截面积。也由于弹体过长，无法装入前舰发射管，因此该版本无潜射型。飞弹巡标器的讯号处理器也改良了反干扰功能，并因为射程增长而导入了昵称为手须叶的立体交叉搜索模式。飞弹进入设定攻击区，若无搜索到攻击标的，可进入预先设定的弹命航线，并让巡标器进行目标侦测，重新获得攻击目标。鱼叉 Block 1D 因问世较晚，因此美军未购置新造弹，而是由库存的 EC 型改造。鱼叉改装为对地打击飞弹始于1980年代末期 AGM-137 TSSAM 计划遭遇延宕挫折之后，美国海军委托麦道公司以鱼叉飞弹的外形购改一款对地攻击武器。麦道将 AGM-65D 的红外线巡标器、AGM-62A 的影像资讯传输系统、全球定位系统装入鱼叉飞弹的弹体内，
称为防区外公路飞弹，军方正式编号 AGM-84E。该飞弹之建设版本也已通过测试，但美国海军最后并无采购。1996年，麦道进行鱼叉 Block 1J 开发计划，该计划后更名为鱼叉 Block 2。1998年进入工程开发阶段，2001年通过初始战斗能力验证。该版本有空射型、箭射型，赋予了鱼叉飞弹有限度的对地攻击能力。鱼叉 Block 2是以 Block 1D 设计为基础，导入联合直接攻击弹药的导引模组，获得了惯性导航与全球定位系统，提高了飞行航线的精准度。而美军的 GPS 因精准度高，因此鱼叉飞弹可借由接受 GPS 坐标讯号对陆地目标进行攻击，又称为海岸目标压制模式。鱼叉 Block 2后操作系统更换为先进鱼叉武器控制系统，原先使用的 ANSWGEA 在升级为10以上版本，亦可相容 Block 2之设计指挥功能。鱼叉飞弹的控制器代号 ANSWGEA。HACLCS 可以输入并控制飞弹发射的背景资料至飞弹的航行电脑中，并可解算协调鱼叉飞弹的飞行速度，让飞弹可以同时抵达目标区。飞弹发射启动引擎后，会降低飞行高度至60公尺左右进行巡航飞行，并按照 HACLCS 设定的攻击模式，适时启动巡标器。巡标器捕捉目标后，会急速爬升到1800公尺，以30度俯冲角朝目标传入。因为美军认为只用1-2枚鱼叉飞弹直接击沉大型船舰并非易事，而且美国海军具有明显空优，鱼叉飞弹在美国海军的角色是瘫痪敌舰，再由航母的舰载机空袭击沉，所以在设计鱼叉飞弹时，预定鱼叉飞弹攻击中大型船舰时，将采取俯冲攻击及低空引爆模式，在飞行末端迅速爬升，再立即俯冲到目标上方引爆弹头，利用冲击波及碎片破坏敌舰装设在舰桥及桅杆的雷达设备，令其失去目标侦测及设计控制能力，然后再派舰载机击沉已失去作战能力的敌舰。此种攻击方式不但可减少错过目标的机会，敌舰也难以回避，但因为此模式不适用于攻击小型舰艇，所以后来可选用穿甲引爆模式。尊严只在剑锋之上，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我们下期见。